喂，梦妮儿咋样？先别急，你现在在哪？我在家里。先把窗帘拉上。怎么还把窗帘给拉上了？接什么电话这么神秘？现在去洗手间，打开所有的水龙头，开到最大。我开开了。怎么无缘无故突然开始盯起了傅大勇呢？就是专案组那个神秘人的出主意啊？可不，哎，真能折腾人呢。还真不是折腾人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人基本没错。难得呀，除了科长以外，没见过你配着谁呢。佩服，那不至于啊。哎，杜某，咱们查的不是技术窃密的事儿吗？跟傅大勇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仔细想想，周烈，他之前就同时负责技术窃密和矿石走私。这条线被咱们剪断之后，他们为了保住这条财路，很有可能再去找一条新的路。可就算傅大勇有这么大胆子，这事也办不成的。国家管控这么严格，没有批文，连开采都不可能。要是证据都一目了然摆在这儿了，还要咱们俩来干嘛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干得漂亮，继续盯着，待命。你确定查不到虞山矿场的开采批文，对吧？确定啊！昨天晚上马上跟我打完电话，我就查了。果真要被他说中了。这个傅大勇私自开矿，还自己联系了运输公司，完全是违规操作。他这要走私啊？不是吧？这么简单粗暴，能瞒得过去吗？我看他这是要干票大的，然后跑路啊！喂，马上，我正想。好，你别急，帮我定位马上的汽车位置。什么情况？一个人跟踪了。马上，听我说。前面路口右转进滨江大道，对你的车速。收到，对方是一辆黑色大众 ，RW6501。收到，黑色汽车 ，RW6501。你自己注意安全。收到。
安吉，这个人倒是有点本事。你替我指一条路，先溜他一下。好。前门直行400米左转，300米以后往右转，有一条小路，没有路标。怎么样了？那个人还在。这人也太执着了吧！明显被发现了还跟。你在下一个路口左转直走。好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是哪里露了马脚，暴露了身份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是因为其他原因跟踪我。进入下一个路口就有监控头了，放慢车速，把对方压在监控下面，我们好拍张照片。好。这人是谁呀？年纪也不小。马上。怎么了？好像是你爸爸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安吉，能不能先缓缓？我想先试探一下。好。不过马上你也要考虑到情况的特殊。我知道。一会儿我把手机全程都开着，整个谈话内容你们都可以听见。你别着急，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。我知道了。爸，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？哟，这车谁的？爸，应该不会瞒着妈偷偷换的吧？瞎说什么呢？没事，开怎么整的？有干什么还给你汇报？就随便问问。那车跑我了，赚那么多钱，什么给老子换辆新的？说呀，干啊！宋局来了。继续监听。简单说明情况。马上突然汇报说有人在跟踪他，红灯的时候我们拍了照片，结果发现跟踪他的人是他的父亲马俊海。坐着说吧。现在呢？现在的情况是，马上正在跟他的父亲交流，了解情况。我们可以监听到他们的对话。上次调查俊海物流的时候，你应该查过马俊海，把他的情况再跟我说。马俊海，双亲本地人，17岁的时候参军，还立过2等功，后来因伤退伍，90年代初下岗，成立了一家运输公司，就是现在的俊海物流。马上没有跟他的父母说过自己的真实工作，最近呢又连续几天不回家，也没有办法跟他父母说实话。所以往简单的想，是马俊海担心儿子在外面碰上了什么麻烦，所以悄悄跟着他，想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往简单了想，怎么都好说，但毕竟我们也要做其他的准备。毕竟马俊海跟苗焕阳还有傅大勇都有交集。马上他自己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主动提出我们可以监听他们的对话。这件事情况比较特殊，面对这种突发情况，你们没有胡乱猜疑，采取过激行动，
也没有放松警惕、停止认知，已经做得很好。等等马上那边的情况吧。是。哎，爸，正好你妈不在家，咱爷俩好好聊聊。咋了？搞得这么严肃？跟你说实话啊，你今天下班回家，我跟了你一路，你一直跟着我，没看出来吗？看来当年我当侦察兵也学那点本事。您跟着我干嘛呀？您这是在上哪出啊？我是真的担心你啊，怕你在外面碰了不该碰的东西。你说你回来这么几天了，在家吃过几顿饭？整夜的不回家，谁也不知道你上哪去了。我这事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而且现在警察什么情况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自己那个岗位，我也得应酬，不是吗？爸，您什么时候疑心病这么重啊？可能是老了。哎，我说，你平时也是这么开车吗？太危险了！你当是开赛车吗？知道了，我以后注意点。我出去了。哎，你这去哪儿啊？我去见个朋友，您别跟着我了。哎，老板，咱们这都是干嘛呢？您不说明天就发货吗？车直接从矿上拉走多好，白费这功夫。跟你们强调多少算一次啊？开采出来马上入库，就一个晚上，就一个晚上不是放啊？那要被人家看，人偷了，赶紧的吧。是，老板。怎么样？我已经跟苗焕阳核实过了，马俊海先生跟鼎华常年有合作，但仅限于业务上的，并没有什么私交。这一点跟马上说的完全吻合。你说，马上，我不是针对你啊，我一直有个细节想不通。你当凶的是他跟踪手段对吧？你爸为了跟上去，还闯了一个红灯。如果他只是担心你的话，这也太平了吧？这我真的没办法解释。他有些时候确实是一个不罢休的人。我知道你们都在考虑我的情绪，很多话不愿意说，所以还是我来说。我父亲和苗焕阳、傅大勇还有鼎华，确实有多年的交情，更别说我和他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。我身上所有的细节，他更清楚，所以我的身份在他面前无法隐藏。但是，如果有1/1000的可能，他真的参与了犯罪行为，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了。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，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暴露，也不知道他传出去了多少信息。宋直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也许可以让马俊海先生
洗金发的嫌疑。说。谢谢。马叔叔。小安。郝老板你好啊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叫宋明，安静的领导。啊，幸会幸会，坐。哎，小安，你不是说有私事吗？怎么连领导都来了？情况紧急，我就跟您撒谎，我实在不好意思。今天啊，还真是有点公事，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我就不绕弯子了，我们掌握了充足的证据，证明傅大勇正在进行走私国家稀有资源的犯罪活动。不可能吧？他刚给我一张单子呢。是真的。从那天他跟您谈那笔单子开始，我们就盯上他了。进来。老板，矿石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装车运走。啊。哎呀，你让哥几个好好休息。车队到了，马上登车。好。傅大勇这个人呢，不仅涉嫌走私，还涉嫌伪造开采文件，并且他背后应该还有其他人。你们都有证据了，还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们想请您配合我们的抓捕行动。怎么配合？我们希望您可以亲自押车，我们会在您身上放置监听设备。卧底？不好意思，老傅，麻烦你开一下免提。哎，老傅，哎，老板，我这货齐了，哎，你差不多张罗一下，今天让车队过来吧。哎呦，今天恐怕来不及了。别呀，老板，急活。我最信任的可就是你了，关键时候你可别掉链子。我说老傅啊，你先别急，我先联系一下车队的司机，回头给你电话，好吧？好吧，我等你消息。马先生，像你这么冷静、反应这么快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见。这不对呀，老傅那个矿哥那儿就是一座挖不完的金山。他这人我认识10几年了，是挺来气，可他太精明了。走私这种掉脑袋的事儿，不可能碰。还有个事儿跟不对，你们是什么时候盯上老傅的？你刚才说是他找我送货那天。是我没跟别人说呀。傅叔叔，我看他刚才魂不守舍的，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没有啊，他就来谈了点生意，让我给他跑趟单子，送点货。这个马上知道。马先生，不用考虑那么多，等傅大勇漏网了，一切都清楚了。就怕这个，怕什么来着？你跟我说实话，网上的是不是本事？刚回来没几天，
家常案就出事了，干这几个月呢，他又去了定华，接下来就接二连三的没消停过，他整夜的不回家。哼，难怪你们那时候查我的公司呢。小安，你跟马胜好歹同居一场，他有这种什么事儿，你可得帮帮他。我跟你怀疑，我们都老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就指望他。他要是走了邪路，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叔叔，您想反了。马上，他是我们的人。干这行多久了？10年吧，从大学毕业时候开始的。别人干各行各业了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是情况特殊，跟我执行的任务有关。你先别问了。这事儿您既然知道了，可不能跟妈说呀。你也知道我妈的性格，这一不小心就容易说漏了嘴。你演的可是真好啊！我跟你妈都是老实人，一辈子不知道怎么撒谎骗人，就跟谁学的。你妈跟我成天提担惊受怕，看你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，干什么？就怕你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就怕你掉到钱眼里，连活都没了。其实我站着。您看我现在不是也没事吗？我跟您一样，行得正，走得直。您看，您当年是优秀的侦察兵，我现在是优秀的侦察员，这次成对比，合情合理，对吧？不要憋。这件事我瞒了您10年，我真心的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别，我可消受不起。你不是任务性质特殊，身份不能让别人知道吗？那现在怎么着呢？是不是要灭了你老子的口啊？您这话说的，灭口我哪敢啊？哎，不过风口是可以的。爸，你看啊，我给您买辆新车，您替我保住这个秘密，好不好？你小子从小就不老实，我还纳闷呢，怎么毕了业就踏踏实实进了公司，朝9晚5的上起班来了？是，还是我爸高明，就叫知儿子者子也。臭小子！叔叔，我们这一次特别感谢您的配合，但您也有权知道，这一次的任务确实有风险。风险不风险的倒没什么，可我这次要是不去的话，我脑袋上这顶帽子恐怕是摘不干净了。指挥说，我们已到位。
我们到了。马上，这个鉴定设备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爸，您放心吧，万一启动不对，我们会第一时间把你撤出来。爸，您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喂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几个小时以后可以放了。大概晚上6点多到你说的地方，你的人可以准备接货。做得非常好。事实证明，我们也能很愉快的合作嘛。我要见我女儿，在确定她事发前之前，我是不会给你放货的。可以啊，我来安排你们实地作案。你放心，我们安排的很周密，一定可以保证你爸爸安全。大家都检查仔细一点啊！来，放心吧。抓点紧啊！这批货量挺大呀，不是跟你。这话出事了，我怎么的也得给自己留个后路。哪家公司啊能搞到这么高的配合？我只管看见文件就发货，别的我哪有功夫管那么多？哎，这次我亲自去啊。哟，副老板亲自去送货，那我没猜错，这家公司果然是来头不小啊。这不是头一次合作了，亲自去，现在重视点。马叔叔，先别问太多，别引起他的怀疑。哎，各位注意，大家都停下，先休息一下啊。你停车了？哎，下车，这是山路，沙滩边，得降降温。走啊！来，后面的跟上，跟上，跟上啊！快点啊！哎，老马，咱们动作快点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哎，你也别着急，安全第一。哎，你放心，天黑前肯定能赶到。
哎，我妈，交股有用啊，关键是刹车片。啊。好吧，怎么这么多生脸？不知道这2年生意不好做，这司机来来回回换了好几波了。你呀，以前也不跟车，这些情况你都不知道。你这车里小子，我看着也面熟，叫什么？他呀，李坤。哎，抓紧时间啊，差不多上车了。进来。唐总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这消息来源可靠吗？这是专业人士提供的，可信度非常高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好。唐总，你爸现在在哪儿？给他打电话，现在要跟他说话。唐总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必须马上跟他说话。哎，不管咱俩以前有什么恩怨，现在关系到鼎华的生死，我必须马上跟他说话。这件事情我办不到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爸是不是已经抓你了？你知道你爸当年做的那些事儿吗？您是不是说他对外透露公司交易底价的事情？看来你知道啊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后来被捕之后，我姑且相信你。庞总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您想跟我爸说什么？你爸当年做的那些交易，虽然对方都是在中国合法注册的公司，但背后支持者是一个叫赫尔墨斯的集团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么具体的细节。你肯定是不知道，我估计你爸当年也没往这儿想。那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在谈判的那个联合制造的背景？赫尔墨斯？没错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收购就不能再继续了，必须终止啊！我当然知道。咱们现在股价之所以稳定，就是因为抛出了找到合作方的消息。如果现在终止，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
小伙子车开得不错，开几年车了？高中毕业那会儿啊，没考上大学，从家里出来就干这活了，17、18年的有喽。哇，现在年轻人啊都开不来这种车。更年轻了，这都30多岁人了。上老马车队多久了？我来马叔这儿得1年多了吧，马叔。有吧？有了是吧？哎，你叫什么名来了？李坤。哥小心啊，放有危险。您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李，叫李坤，您喊我坤坤就行。接下来要更加小心，傅大勇已经有所察觉。这不对啊！他要走私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港口？这只是第一步，转移到手更安全。整个仓库的人，很可能都是走私集团的人。提醒大家务必注意，走私团伙可能会有武装。好，各小组注意，走私团伙很有可能会有武装。庞一然今天受了什么刺激？一个人这个时间段跑这儿，谁知道？庞总，好久都没见您过来了。庞总，您今天怎么心情这么不好啊？滚！什么情况？今天一直在睡觉，刚有个姑娘过来爬山，让小白跟我。一会儿你去找安科汇合吧，支援那边的情况，这边交给我们。好的。是个90度，没什么问题。那我们就先撤。老爸，待会儿我卸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都卸完，不得2、3个小时啊！到时候你再回家，那都12点了。要不这样，卸完货我先把你捎到玉山广场，然后我再回家。哎，不用，我今天不回去，我就住这儿。住这儿？这晚上还挺凉的。老婆，一直没敢问你，这个货走一趟，到底能赚多少钱？老妈，今儿怎么想起问这事儿？这不是一直不好问吗？啊，知道了，心里不够。差不多3天了。我天哪！我这辛辛苦苦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呐！老马呀，你是光看见贼吃肉，没看见贼挨打呀？哎，当初我这矿是怎么拼下来的？
你不会不知道。是，钱我是没少挣，可是我懂，谁挣钱赢？那孩子嘛，哎，你现在好了，孩子大了，有出息，出国念书了，这下你可以踏实了。小啊，我先去个洗手间啊。好。小婉，我说话听得见吗？听到。你现在周边安全吗？我检查过了，安全。马叔叔，现阶段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您应该尽快撤离。我感觉情况有点不大对劲啊。副大勇刚才我聊天，你都听见了吧？听见了，怎么了？我跟副大勇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了解他，我还是感觉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他这人过去是有些黑历史，可现在好不容易洗白了，他真的不缺钱，他干嘛要铤而走险呢？您是发现了什么吗？刚才副大勇在车上试探我的小子的名字，我就看见他把手机故意伸到车窗外边，可就他手机是不是被人监听了呀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。你说他有没有可能被人胁迫了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在情况未明了之前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。马叔，等一会儿通话结束，卸完货您就直接上车走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们。什么情况？马先生，您刚刚讲的话都被他听见了。科长，我们这边出状况了。必须立即展开行动。我刚才说的判断，你们要听一下，这属于你们没有掌握的情况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。老六，收到。一定要保证好马俊海的人身安全。明白。我们等你指示。马上，你怎么看？我赞同我爸的观点。如果傅大勇身上真有我们无法掌握的信息，这么贸然行动，只会发生无法预知的问题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的人也没办法直接出面啊。如果情况有变，傅大勇要直接动手的话，我们的人能不能直接冲进去保护我爸的安全？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直接让我爸挑明身份，单独和傅大勇谈。你确定吗？如果傅大勇真的对你爸爸做什么的话，我们的人不能保证100%万无一失。明白。王先生，您的请求通过了，但是有2件事我必须着重跟您说一下。说，一，您跟他讲的任何话，我们都能听得到。这我知道。2，你们单独谈，如果把话挑明了，你可能会有危险。我的同事们会在门口保护你，但是没办法100%保证您的安全，所以这个选择您有权自己。我明白。这都几点了？这么点活都拖拖拉拉的，咱们快点行吗？啊，都急着，快点！干嘛呢？赶紧干活了，快，有点麻利点。哎呀，老郭，你催他们也没用，这些活全弄完还得好一会儿呢。哎，咱俩喝一杯去。哎呀，有心思喝酒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反正不是跟这儿过夜嘛，喝完酒好睡觉。哎，你不是喜欢喝那个高粱酒吗？让我带了一瓶。哇！
啊！各小组人员注意，确认你们的位置，随时准备抓捕。辛苦啊，没事，不行。大妈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明明知道我喝不了干粮酒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你的手机是不是被人监听了？老妈，你报警了！快！我都跟他们说了，你老傅绝对不可能干走私那样的事情，你肯定是有隐情的。老妈，你更苦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我闺女在那帮人手上，今天晚上这批货到不了，我闺女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的话他们都能听得见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赶紧讲清楚！你要相信他们，一定能够帮助你的。宋局，子轩那边已经查到了，傅大勇的女儿叫傅慕瑶。如果对方手里有人质，现在进行抓捕，一定会危害到人质的生命安全。宋局，老六刚才已经打晕了一个，现在傅大勇也知情了。如果我们现在要撤退的话，恐怕已经晚了。但还有一种可能性，你怎么知道傅大勇不是在撒谎？他可以先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国，然后自己干完最后一票，跑路也方便。我们要做两手准备，假设傅慕瑶被绑架了，我们要在保证人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抓捕。宋局，之前制定的任务前半段还是可以执行的，我们有足够的人手，可以瞬间控制仓库里的所有人，让他们不要把信传出去。对，先控制他们，然后抓紧时间进行说服，让他们与接头方联系，整个交易过程在我方掌控之下进行。宋局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还能追踪到矿池的去向，等解救完傅慕瑶之后再说话。问题是，我们不知道来接头的人有多少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某种方式传递暗号。这中间但凡出一点差错，他们就有可能把出事的消息传递出去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无法保证人质的安全。我知道，但是，可是现在已经撤不下来了，而且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。先拿下这些人吧。明白。明白。各小组注意，30秒倒计时，准备行动。那我上去。师傅，辛苦啊，来喝点水。不辛苦。谢谢啊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
行动！对方就是通过这个手机跟你联系的。我们检查过了，这部电话没被剪掉，放心吧。啊？傅大勇，你知道你干的这个事儿性质有多恶劣吗？啊？我是受害者呀。受害者？我们查过了啊。你女儿是1个星期之前加急办的英国签证，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要把她送出去？老实点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回去你们打开手机看，里边有一个我女儿被绑架的视频，你们看看视频就明白了。就这么一个问题，我求求你们帮我救救我的女儿，只要是你们把我女儿救出来，你们判我多少年我都认。我身上的嫌疑，现在应该算是洗清了吧？叔叔，这次真的多亏了您，要不是您，我们真的很难保证人质的安全。你们可能是出于职业的角度来看人看事，可能谁都不相信。可我马军海不一样，我这人行得正，走得直，而且我相信我交那些朋友不会坏到哪儿去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您。可我自己的亲儿子，竟然也不相信我，居然会觉得我是个坏人。爸，叔叔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其实马上他心里特别纠结，但是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任何一点可疑的事情，我们都要谨慎对待，真的不能掺杂一点私人感情。这个工作，你们这工作，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人情可言吗？叔叔，其实马上他私底下跟我说过，他说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都是您传授给他的。他在感情上啊是绝对相信你的，但是工作中他真的不能错失任何一个怀疑目标。可他这个谎给我撒了整整10年，10年啊！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理解我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。你要不先出去，我单独跟叔叔聊两句。出去吧。帮你倒杯水。先喝杯水。谢谢。我知道，您肯定现在特别生气，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误会怀疑，这个是最让人难受的。这个心情我绝对理解。所以，马上作为您的儿子，您怎么骂他都不冤枉。但我今天特别想跟您说的是，他其实一直在用您跟阿姨不知道的方式在关心你。可能他自己这个人吧，他真的不善于表达。但这段时间，我一直跟他在一起共事，所以我特别想听他说两句。一开始我们调查鼎华，你们的公司进入了我们的视野，是我去通知的马上。我说可能要调查您，我从来没看过他那个样子。他沉默了好久，后来他跟我说，他信任你，但是他也因为担心你，他心里的波动一点也不比你们少，是真的。
后来呢，他去鼎华任职，他碰上那个被辞退的同事过来闹事儿。他自己明明身手不错，但是他为了隐藏自己身份，不要暴露，他宁可被人打。他受了伤，他都不敢回家，他怕你们担心。他白天要在鼎华上班，晚上要来跟我们分析案情。他真的很辛苦。但是后来您发现他没有在鼎华加班，他为了跟您解释，他不让你们担心，不管多晚多困，他都要赶回去。马上吧，确实有挺多事儿瞒着您的，但他瞒着您，他自己心里真的不好受。他遇到好多事情都不能跟你们讲，他吃了多少苦他也不能说。这种孤独感，你们一定能理解吧？但是他作为我们国安的一员，很多东西都是要他一个人去背负的。就像你也当过兵，你一定知道，要服从命令、听指挥。其实我跟您说这么多，我并不是说您不要再埋怨他，不要再骂他了。我是特别希望您能理解他。我想回家了，家人，能不能让那小子送我回去？爸，你就说着回家吧。那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这边有我跟宋局跟着呢，动某那边也很重要，何宇轩一个人忙不过来。爸，我送你回家。小安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你是个好孩子，这小子还得麻烦你多照顾了。你放心吧。干嘛？马俊海，你吃枪药了是吧？我忙着呢。你忙，我还不知道你呢。你是不是跟你副大人在一起？你就知道在别人面前跟我耍威风，有本事你回家跟我耍呀！有事说事儿，我真的忙。没事没事，吃饱了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我真是……你那货送到了没有啊？没出什么岔子吧？挺顺的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回了啊。挂了吧。哎，妈又生气了。爸，爸，爸，我还有任务在身，先不能回家。您别生气了，好吗？我错了。
安全。就别想了，这茬就算是过去了。你跟你爸毕竟是老子跟儿子的关系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赶紧把心收一收。现在最关键的任务是，赶紧想想怎么对付他。这抓捕的风声只要走漏出去一点，我估计他的命就保不住了。李健，连接一下身体，我们和宋局开个会。正要联系你们，傅大勇这边我们已经核实了，他女儿傅梦瑶确实被绑架了，这件事情非常棘手。傅梦瑶脱离危险之前，我们不能走漏任何风声。我认为，先把这批货发出去，然后再让海关以别的理由拖延他们的出海时间，至少不能让对手觉得自己已经被盯上。可是这样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了，很难保证交货的时候不会出现纰漏。而且就像宋局之前说的，我们对对方一无所知，我们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来收货，不知道对方的人数还有人员构成，也不知道他们在接头的时候会不会有暗号，更不知道他们安插了什么暗哨之类的。我把这一次被捕的所有人员的相关背景资料都查了一遍，发现有2个人很可能成为我们的突破口。我到时候把详细资料全部发给你。宋局，我建议，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，只要对案件有帮助，并且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和他们达成一定的协议，给他们提供减刑，提供证人保护之类的。当然，具体要怎么谈，还得看你们。那傅梦瑶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她被绑在哪。这件事情我会和秦青汇报一下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和子轩负责联系。可以。现在的重中之重是要确保人质的安全，我们这边会尽量争取营救人质的时间。明白。这都过了上班时间了，庞一山今天什么情况？
这也不是去顶华的方向啊。是，黄医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像是去市医院的路。马上，黄医生这是要干嘛呀？现在所有能打的牌都已经放到了庞玉山的面前，我怀疑他今天的行动可能和苗飞之前的对话有关系。你那边可以监听吗？没有批文，肯定没法直接监听手机。我待会用收音器试试，但估计效果不会太好。请进。老庞，你好，快坐。老庞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领导，我今天是向您来告别的。这是我雇人查到的联合制造的背景资料。这个联合制造被隐藏得非常深，但是我花了点钱还是查到了。它的后台正是这个赫尔墨斯集团。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集团还有没有什么印象？我知道这个企业。那您知道它跟鼎华的关系吗？我不记得赫尔墨斯跟鼎华有过合作呀。这个事情是您来公司之前的事情，大概有10年了吧。当时这是苗焕阳金主的生意，我知道一些内情。当时鼎华为了迅速的大量吸纳资金，利用当时的政策情况，可能做过大量的 DX 矿石的买卖。当然了，都是合法。但是我当时留心到，在背地里收购 DX 矿石的，正是这个赫尔墨斯集团。也就是说，当年鼎华出售的矿石很有可能已经都流向了海外。我当时之所以留心这件事情，其实是有我的私心的。我是想将来留一手来对付老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，你跟苗总就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。谁没事会提这个？老庞，你们以前的事情啊，我也不过问了。可是从现在开始，跟联合制造的所有合作必须马上停止。停下来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年赫尔墨斯一直染指 DS 矿，他对鼎华的收购绝对没有那么单纯的。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也派人查了股市的情况。我觉得您也清楚，现在有人在暗地里分散收购鼎华的股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就是联合制造的，想借机控制鼎华。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鼎华一直是政府高度关注的企业，如果我们都能查出来这些，政府不可能不知道的。关键时刻肯定会出手干预。这次交易绝不可能达成。所以说，要想让鼎华不崩盘，只有一条路，让国企介入。领导，我跟您说句实话吧，之前甭管是我还是苗焕阳，坚决反对国企注资。从表面上说，想给鼎华最大程度的自主权。其实私底下真正的原因，我不说，我想您心里也明白。国企一旦介入，我跟苗焕阳之前那些烂账肯定会被抖了出来。老庞，
你在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事儿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当年这些事儿，如果苗焕阳有一份，我至少有半份，铁定是跑不了。我前2天问过苗飞，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但是以我的估计，苗焕阳现在可能已经进去了。所以我今天来向您告别，然后就准备去自首。老庞，你能做出这样的选择，说明鼎华在你心里是有分量的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别的选择。我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我庞一山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认。我只是觉得，我特让您失望，是吧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，认清错误，接受自己的错误，并为之负责。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，老庞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这么多年了，其实我在苗焕阳眼里就是个蛤蟆狗。公司其他副总没一个瞧得起我的，就包括我手底下的人都觉得我庞一山就会说大话、说空话，屁本事没有。在公司危难之际，其实您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您知道我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，但是您还是选择了相信我，把公司交给我。职与职。其实我庞一山不是没想过做大事，但是现在确实是来不及了。我能做的现在就是解决鼎华目前的危机，也算是把我这点余热献给鼎华了。新的投资我已经让人去接洽了，我知道您身体还没有康复，但是可能还得有劳您去主持下面的工作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你放心。领导，那我就告辞了。老庞。刚刚庞医生说的你都听见了？我全部听到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庞医生这什么意思呀？你先给我盯住他，确保他真的去自首就行。行。还真是没想到是这种情况。你别说，庞一山这个人还有点觉悟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庞一山就是被咱们逼得没办法。与其到时候被抓去现行，还不如自首，还能够减轻点罪行。不是，联合制造去收购鼎华这件事情，根本不需要我们出面解决，鼎华自己就会弄清楚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是你不觉得这局布得很糟糕吗？对方花了这么大的时间，为什么要布这样一个昏局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而且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刚才林总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政府到了那一步肯定会出面。这件事情，联合制造不会不知道，乔西川也不会不知道。
听你这么说，确实有些奇怪。我们再说一下走私的事。傅大勇提交上去的开采权限，想被识破那是很简单的事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罢了。但是你不觉得这2步棋走得特别难看吗？之前和咱们斗的对手根本就不是这个水平。会不会是他们确实被咱们逼得没办法？不可能。如果他们真的被咱们逼得没办法，他们应该撤出来，而不是把他们往咱们手里上送。你怎么想？